挖地牢建高牆，裝防弹玻璃，许家印竟将別墅修成碉堡。8年前，恆大總部從廣州遷至深圳後，許家印想尋了一套新居，員工便向他推薦了大灣區富豪的標配深圳灣1號。看房時，許家印對這套900多平的大平層讚不絕口。他指着最大的臥室對妻子說：“以後我就睡這兒。”然後又走到另一間稍小一點的臥室說：“你就睡這兒。”沒有人知道這對夫妻具體從何時開始分房睡，但是許家印曾在公司裡洋洋得意地宣稱，他與妻子的感情堪稱恆大所有員工的榜樣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許家印斥資1個億買下這套大平層後，沒住多久就搬走了。據說原因是開發商沒能滿足樓上不能住人和換防彈玻璃的要求。隨後他又斥資幾個億，在同一小區買下了一棟獨棟別墅，並立刻拆掉了原本的矮牆，重新砌起了一組高牆，確保外界無法窺探別墅內部，還把所有的玻璃換成了防彈的，這才安心住了進去。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。前幾天，香港物業署發現許家印位於玻璃徑的別墅存在違建的情況。核查人員剛進入大門時，以為他只是在院子裡呲搭了一個平台，可是走進房子後，居然發現許家印不知何時已經把別墅下面的土地掏空，形成了一個占地約460平方米的地牢。按理說，在全球購置了10幾套房產的許老板，應該不缺一個放雜物的地下室，所以沒人能說清楚他挖這個地牢究竟是何用途。或許是防備自然災害的末日堡壘，或許是通往某處的求生密道，甚至可能是宴請賓客的私人會所。這些猜測並非空穴來風。接近許家印的老員工形容他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樓上不能住人，要換防彈玻璃，修建大型地牢，皆出自於此原因。除了用物理手段保障個人安全，許家印還苦心經營個人人脈，仿佛認識的人越多，自己就越安全。只要覺得某人有能量，能對自己有所幫助，他就會送對方一份被稱作恆大寶典的禮品。這個寶典是一隻裝滿了貴金屬的意大利手工皮箱，拿了寶典的人通常也有資格前往恆大總部的42樓，那是一個半公開的會所，只有許家印商務部的員工、被他邀請的賓客3類人可以進入。唯一一個不速之客是許家印的髮妻丁玉梅，她曾強行闖入過一次，隨後又黑着臉離開了。由此不難看出，丁玉梅確實是個能成大事的女人，即使丈夫已經肆無忌憚，她仍能裝作若無其事，繼續陪她演好模範夫妻的戲碼。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丁玉梅是在香港，聽說丈夫被採取強制措施後，她便迅速飛離。有人說她在加拿大，也有人說在英國，總之不太可能回國了。去年10月，英國方面傳出消息，稱丁玉梅如今過得十分窘迫。由於倫敦法院冻結了她名下價值20億的房產和2800萬現金，她連房產稅都交不起，需要向朋友借錢才能勉強維持生計。這聽起來讓人大快人心，但是仔細想一想，大概率是丁玉梅自導自演的苦情戲，目的是告訴世人自己沒錢了，讓大家別再追債。她可能沒錢嗎？別的不說，單說她夫妻經營恆大期間所分得的股票分紅就高達500-600億現金，而且這對夫妻平時大額消費從不花自己的錢。許家印回老家給村民發现，發米的200萬元費用被記在了河南恆大分公司的賬上，許家印購買私人飛機、兒子結婚、修繕祖墳的花銷都記在了深圳恆大公司的賬上。或許唯一需要花自己錢的地方就是買房了，畢竟缺乏安全感的許老板怎麼會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給外人看管呢？前2年有好事者去許家印老家訪談，發現村里中心豎着一塊許家印的功德碑，碑上歌頌他為家鄉做的好事。即使許家印倒台了，村民們仍念着他的好，自發組織了護衛隊，防止陌生人靠近功德碑進行破壞。村民們確實得到了許家印的好處，但是他們拿的錢都記在了恆大賬上，最終到底要由誰來買單呢？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